哦，灵魂起床了！我是星际舰长，让我们一起遨游星际吧。我是观察员，每个时刻的切片都有我的觉察。我是开灯姐姐，开启我们的神性与佛性。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呢，这个就是它可以来帮助我们去清理我们的这个内在卡点跟潜意识。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透过一个有点像大众占卜好了，就是我们到时候给大家选1、2、3，然后我们会抽3张牌，然后我们会对应就是可能你当下看到这个影片所需要的这个讯息，然后来看就是宇宙啊、高我、天使们有没有什么讯息要来给看到这个影片的家人们，好不好？好，那我先抽吗？好，你先抽。我先抽第1张，好不好？如果你是选到选项1的，好啊。如果你们还没选好，你可以按暂停的，好不好？就是1、2、3个选项，你们就是凭你的直觉，然后去选这样子。好，那我先抽第1张。那我们可以一人抽1张。可以啊，我先抽第1个。来，观察员。好，我的话是这个觉察听。好，这样的意思呢，就是说试着观察我们的听，是敞开接纳，还是寻找认同？是拿来比对内心的框架，还是用以突破自我的局限？我们不愿意倾听的部分，恰好就是圆满自信失落之处。越是能把一切声音都听进来，我们的心就会越安静。哇，好有智慧，有没有？智慧奇迹。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对应我们之后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们的这个无话可说系列，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是有点像是沉浸式体验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觉得啦，这个蓝牌给我们的感觉是我们有时候已经听太多了，我们已经就是听到跟我们实际上了解或者是真的做到是2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你们可以用心去看我们拍的那个系列之后啊，往往我们把这些框架、限制啊都放掉的时候，反而这个时候是我们内在最圆满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去觉察听，反而让自己的这个生命啊、人生留一点空白，也就是所谓进入到心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反而你会有更不一样的启发跟更多的感受。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开放让大家来体验好了。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跳脱你的头脑框架以外的。就是不是说我们好像一定要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已经有点变机器人了，有点制式化了，好像 ABCD 就一定要照这个顺序走。但是当我们把它放掉之后，我们去聆听整个大自然的万物的这个声音啊，或者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有点像那个观世音菩萨，有没有？他就是修耳根通嘛，对不对？他就听到开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听觉是可以进入到那个什么第6世对，第6世的意识。所以我觉得很有智慧，有没有？就是让我们去觉察我们的这一个，我们到底日常生活当中被什么限制住了。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害怕倾听，他害怕什么？怕别人说我哪里不好。对，可是其实好跟不好，那只是一个记忆的重播而已。所以有的人想要听好的，是想要寻找认同。然后你看，有的人想要听，就是害怕听到不好的，因为他就是局限住了。可是当你敞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好像没有好与不好，那就是我们圆满自信失落的那一部分。当你全部听进来之后，那个听不是听到心里去，就是你只是让它这样流过，因为那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你的观点。对，而且别人的观点也不代表源头的观点，也不代表是正确，也不代表。所以当你回到自信圆满的那个状态，你自己就会安静在那个当下。对，好，这是第1章的部分。好，那观察员抽第2章哈。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给他看一下，然后观察员来说一下。转念与正向思考，就像西药的抗生素与类固醇，可以让我们遇到挫折或伤心难过的情境时，透过改变观点来舒缓止痛。但是要知道，这种做法只是忽略或压抑被共振出来的那些负面能量，它会再以类似的事件重复发生。它上面图片写，
抗生素与类固醇。OK， 有可能就是说，过去很多类似这种心灵鸡汤，或者是一些正向思考术，或者说商业的一些课程里面会讲一些正向思考术，这里面的东西其实它就是比较像是，他一直说就比较像是抗生素，因为它只是透过一些强迫你要一直往那个正向方向，比如说，你要往好的地方想啊，你要往好的地方想啊，真的就是你就是不要去想那些负面的东西。但其实你的原来的那个原始的那个能量，就是说那个情绪，负面的这个情绪并没有被真正的被看见与被消融，或者说我们讲就是说没有被清理掉。那它只是被我们另外拿一个正面的东西去盖住它，对，然后好像这件事情就过了，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一直在那个地方，它没有被处理掉，对，所以它就一直在那边，这就很像抗生素。抗生素就是先赶快把这件事情盖过去，压下去，先让你在一般外面的生活里面是能够好像很快就过去这些，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过去，对，治标不治本啊。对，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其实在讲，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强迫自己正向思考，就是明明发现他明明就很悲伤，可是他讲说不行，我要正面思考，我觉得我要转念，可是事实上他的那个能量还在那里，他并没有真的消融掉，他没有完全去接纳这件事，所以其实要做的并不是正向思考跟转念，而是要去理性接纳，我现在就是有这些负面情绪，反正理性接纳的频率会高达400、500才会真正消融这个负面情绪，而不是只是去压制它。这张牌卡在讲的是这个部分。对，好，那我再来抽一张牌卡。哎呦，哇，跟我们常常在讲，来，这一张叫全然交托。OK， 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做，或对生命与选择有疑惑时，告诉自己，我的本质是全知全能，可以心想事成的，对更高的意识全然的信任，然后把自己全然的交托出去，内在的渴望更能无障碍的连结，帮助我们实现愿望的贵人可能性与灵感。这就是我们之前常常在讲的交托，就是你全然，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本质就是那个源头，就是全知全能的状态。那现在会暂时想不出来，只是我们被某一些东西障碍住了，或是觉得被其他可能性暂时蒙蔽。当我们全然交托的时候，你连接到更高意识，那更高意识你可能会连接到，比如说我们讲到诸佛菩萨啊、耶稣啊、大天使，甚至比如说不同的法则，你有可能连接到显化法则、丰盛法则、真实法则或吸引力法则等等，有很多的这个高频的意识能量，它就会去帮你去拨转贵人跟可能性到你的这个生命当中，因为你理所当然知道我本来就是全知全能的，那这个部分只是我暂时不知道，我就全然交托，会很有趣。你会发现生命开始会有很多这个共识性或很多奇迹来到你生命当中。你要说是奇迹，其实当你理解它也不是奇迹，因为就是你全然交托了，这个异世界呢就开始拨转这些灵感可能性进来了。所以如果当你有要做一件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全然交托，或者是当下你比如说对金钱有焦虑，全然交托；你当下对比如说这个情感有焦虑、有困惑，全然交托；你对这个健康全然的交托，让上面去拨转更高的这个就是松开这个松开它了。对，对，因为我们人脑想的都是有限的。那你们知道吗？在异世界里面有共同意识资料库，有我们所有人的讯息在那里面。例如这样好 ，ChatGPT， 比如说你在想一件事情想不到，但你问 ChatGPT 的时候，哇，它给你一些很酷的答案，因为那是所有人的资料 data 都在大数据里面，所以意识交界有点像大数据资料库。你只要全然交托出去，然后呢，那个大数据就会噔0合1，然后实现到你的生活当中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想的，毕竟有些人上面就是异世界的这个云端硬碟比我们的资料还要多，对，你就会知道各种可能性。对，这是很酷的一个牌卡。好，而且我再讲一下，而且当我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每一个牌卡后面其实它有对应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高频异世界的图腾符号，每个都不太一样。对，每个都不一样，而且它是不同，比如说不同的咒语，然后就可以
翻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清资料了。对，它就可以连接到那个城市，然后就帮大家清资料。所以当你今天选到这个，你即使有这个东西，也在帮你清你生命当中的资料哦。而且很神奇的，就是你当下的这个状态就很容易抽到同样的卡片。对，就是蛮特别的。那我觉得这一个呢，我们可能之后的一些活动啊，或者说一些课程讲座啊，也可以拿来跟大家做结缘。对，好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资讯栏的部分，然后扣一。对，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就是说，你们看完今天这个讯息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搞不好你有更多的启发，也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哦。好，那然后在我们资讯栏会有一些公益活动的这个连结，你们可以去点这个连结，就是我们之前有说要回馈给大家的这个部分，活动连结，对，大家可以去那个关注一下。好，那也可以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朋友。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留言哦。你可以留言说你选到几，有没有对应到你哦，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可以清资料，你的福报就在无限扩展哟。没错，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有家人问，如果是我们缴的保险费用缴出去的钱，这个也算是一种种子吗？也算是种下种子吗？那请问是种下哪一种种子？哇，这个我跟观察员就有很大的不同的观点。OK， 那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缴保险到底是不是种下好的种子，还是不好的种子，还是它到底是恐惧呢，还是担忧的负面种子，还是我是带着爱的意图可以去帮助别人的种子？这个要取决于